俄罗斯罪行曝光，对欧洲发动混合攻击。欧盟通过对俄第17轮制裁，一劳永逸扼杀俄经济。美国同欧洲讨论向乌克兰驻军计划。法国部署核武战机为欧洲大陆提供全新保护。托罗佩茨弹药库再爆炸，俄3万吨弹药灰飞烟灭。以色列空袭汉尤尼斯，清除哈马斯实际控制人。美国取消对叙利亚制裁。伊朗放弃核武。印巴军事冲突停止，均宣称是最终胜利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俄罗斯很坏，但火力军没想到这么坏。其除了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外，还在欧洲各地加大了混合攻击力度。如捷克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声称，仅2024年，俄罗斯在欧洲可能就发动了约100起充当幕后黑手的袭击事件。上个月，荷兰情报部门也表示，在美国缩减打击俄罗斯破坏行动后，莫斯科就加大了混合攻击力度。于是，基辅独立报编制了一份自俄乌全面开战以来，欧洲各地疑似遭遇俄军破坏的事件清单。首先是华沙马利维斯卡购物中心事件。2024年5月12日，一场大火摧毁了该购物中心。1年后，也就是前2天，波兰总理图斯克公开指控该袭击事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所为，并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其次，立陶宛当局怀疑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去年5月9日策划了对维尔纽斯宜家仓库的纵火袭击。这场袭击导致宜家仓库损失了50万欧元的货物，只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多相关被拘留嫌疑人的细节流出。不过，立陶宛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公开宣称，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主要负责在立陶宛、波兰和拉脱维亚实施纵火袭击。再次，捷克总理彼得·费亚拉指控俄罗斯涉嫌组织并资助了2024年6月对布拉格公共汽车的纵火袭击未遂事件。他称这是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称我们必须自卫，我们必须阻止。为该事件的结果由捷克警方逮捕一名南美裔男子而结束。目前该男子已被拘留，并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然后是2024年7月，美国和德国的情报机构联合挫败了俄罗斯支持的清除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帕伯格的计划。据悉，帕伯格一直是乌克兰的公开支持者，他的公司在俄罗斯全面入侵期间为基辅提供了大量武器和设备支持，因此他成为了俄军的清除目标。其他还有几名英国公民在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招募后，被指控于2024年3月在伦敦对一家与乌克兰有关联的企业进行纵火阴谋。据称，袭击者的目标是东伦敦莱顿的一个工业区的2个地点，而该工业区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就一直积极向乌克兰运送援助。而袭击者之一的英国男子迪伦·厄尔被指控代表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策划、招募并支付他人实施了这次袭击。而此案标志着英国首次根据国家安全法提出指控，该法是2023年通过的一项新立法，旨在解决外国精心策划的敌对活动。在另一个例子中，伦敦一家法院判处6名保加利亚国民有期徒刑，罪名是在英国经营俄罗斯间谍网络。如47岁的奥林·鲁塞夫被确定为头目，因进行6次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而被判处10年8个月监禁。此外，英国警方还发现了数千份鲁塞夫与逃犯马塞莱克联系的通信信息。据悉，马塞莱克是 Wildcard 的前高管，他被怀疑是俄罗斯情报人员，其在逃往白俄罗斯转入俄罗斯后，受到了俄联邦安全局的保护。最后一个是2024年7月 ，DHL 公司在德国莱比锡运营的机场枢纽发生火灾，起火原因是运输的一个包裹着火。后经德国情报官员调查称，如果包裹在飞行途中着火，可能会导致坠机。而该包裹来自立陶宛维尔纽斯，被伪装成一个装有美肌燃烧装置的电动按摩器。当月晚些时候，英国伯明翰附近的 DHL 公司仓库也发生火灾，起火原因同样是一个从立陶宛运来的包裹起火。对此，北约官员称，这很可能是俄罗斯通过欧洲货机运送的易燃包裹，称这是俄军为在北美的类似行动做准备。此外，在将近1年后，也就是这个月，德国当局指控3名乌克兰国民参与了另一个根据由俄罗斯支持的阴谋，该阴谋将装有爆炸物的包裹寄往欧洲各地。上述这些俄罗斯可能参与的袭击事件，涉及网络攻击、间谍活动和干预、选举等内容，极大加剧了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欧盟最高外交官卡亚卡拉斯曾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应该孤立看待这些袭击事件，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他称，俄罗斯入侵欧洲的意图始终没有改变。俄罗斯在欧洲的肆意妄为，以及普京没有出席土耳其俄乌会谈，让欧盟失去了耐心，其正式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
欧盟5月14日批准了第17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打击了俄方用来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同时继续威胁莫斯科，如果不同意停战，欧洲将进一步加强对俄惩罚。对此，法新社报道称，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新措施，在欧洲和美国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之际就已在酝酿。根据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的介绍，代表欧盟27国的外交官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批准了该一揽子计划，该方案将于5月20日正式实施。主要内容包括将约200艘用于规避俄石油出口限制的油轮列入黑名单。据法国国际广播电视台报道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欧盟已针对153艘来自影子舰队的油轮实施了制裁，这些油轮都被拒绝进入欧盟港口，而新的制裁措施增加了189艘船只，使总数略高于350艘。与此同时，欧盟还将禁止其公司与约30个通过第三国规避制裁的实体开展业务。据悉，目前已有75名个人和公司因参与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而被列入清单。此外，欧盟还想修改扩大法律的可能性，来打击那些破坏水下基础设施的船只、宣传机构，以及俄罗斯对乌战争的投掷支持者们，如越南、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等国。被指控帮助向俄军供应物资的公司将面临限制。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 X 平台上发帖，对各国大使的批准制裁表示欢迎，并称将继续对克里姆林宫施加高压，以保证俄乌战争彻底结束。卡拉斯也在 X 平台上写道，新制裁正在耗尽俄罗斯的战争资金，甚至欧盟领导人还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不准备停火，欧盟还准备出台第18轮制裁措施。要知道，欧盟为削弱俄经济，已对俄罗斯化石燃料出口进行限制，同时欧盟将在2027年之前彻底终结俄罗斯能源在欧洲的市场，加上欧佩克不断增产，以及沙特等国家愿意将油价压低到40美元左右，可见俄罗斯未来的经济不会很好。法国外长巴罗对向俄罗斯实施高压制裁政策表示非常赞成，甚至在其谈到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征收500%关税的制裁建议时称，美国和欧洲必须实施毁灭性制裁，才能迫使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法国外长巴罗和美议员格雷厄姆都是个狠人，火力军佩服。而美国方面对乌态度转变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因为转变太快，火力军都跟不上美国的节奏了。据特朗普特使凯洛格透露，美国破天荒的正与欧洲国家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部分方案，即派遣欧洲军队驻扎在乌克兰的非冲突区。凯洛格称，该方案的内容是在第聂伯河以西驻扎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军队，这样既能远离前线冲突区，又能对俄保持威慑。而第聂伯河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不仅是乌克兰的母亲河，也是乌克兰东西部的自然分界线。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等工业区位于第聂伯河以东，而俄乌战争主要就集中在乌东部地区。唯一的缺点就是乌南赫尔松州目前仍是俄乌交战地点，且因为第聂伯河直通黑海出海口，俄乌双方都不会轻易放手。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法国和英国在北约总部组织了30多国防长会议，讨论俄乌停火后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的事情。当时英国提议派出1万到3万士兵，但遭到俄罗斯此后多次的发声反对。在其停火要求里就有不支持、不允许乌克兰出现欧洲军队的条件，因此一旦欧洲选择驻军，其部队就有被打击的风险。针对凯洛格的最新说法，波兰政府火速作出回应。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表示，在魏玛共和国家框架下，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派遣欧洲部队，但其国防部副部长塞扎里·托姆奇克却表示，波兰的协助方式是为今后可能成立的维和部队提供在波兰的后勤站。总之，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那一切顺利，将为欧洲军队驻扎创造条件；如果俄罗斯拒绝停火，只会迎来更严厉制裁和对乌援助增加。与此同时，法国持续展现强硬姿态，准备为欧洲大陆提供全新保护。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电视一台一档特别节目中说，法国正准备在欧洲其他国家部署携带核弹的战机。当时他还特别提及已有携带核弹的美国战机部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鉴于此，法国将在数月内公布上述计划的具体方案。实际上，法国要为欧洲构筑核保护伞的声音早就传出来了，而且目前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如法国就和波兰签署了军事互助条约。波兰总理图斯克直言，这为法国核武器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又或是德国总理梅尔茨，更是在上任之前就多次会晤马克龙，讨论柏林与巴黎的核武共享议题。如果法德和波兰这3个欧陆最大的国家都部署了核武器，再加上英国本来就有的核弹，等于整个欧洲都被重新武装了起来。鉴于马克龙的表态，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马克龙此举意在强化针对俄罗斯的防御，
同时也是对美国有意收缩部分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回应，希望推动其他欧洲国家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另外，这也是让法国增加话语权，甚至重新问鼎欧洲大陆的机会。和之前相比，对乌克兰的军援也增加了。比如在新援助中，经他确认，法国今年生产的所有凯撒155毫米榴弹炮将全部供应给前线的乌军。而德国的莱茵公司也同基辅方面签署了新的合作条约，准备在乌克兰境内开设更多的武器工厂，专门生产火炮弹药。英国情报部门5月14日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地区发生的第51军械库爆炸事件发表了评论，并公布了爆炸后的卫星照片。该机构通过卫星照片称，该军械库的很大一部分在爆炸中受损，而那些未爆炸的、被火烧毁的和不稳定的弹药可能会散落在仓库区域之外，可能对附近的平民构成危险。虽然俄国防部此前将军械库爆炸归咎于火灾，但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很可能是由于弹药处理和储存不当造成的，是管理人员违反安全规定导致。报道称，这与俄罗斯在安全和妥善处理其自身炮弹方面长期存在的无能趋势相一致。此外，第51军械库的爆炸可能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在当前冲突中因自身行动而造成的俄罗斯弹药最大损失。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报告称，该仓库内存放了约 10.5 万吨武器。而在近期的空袭中，乌军于14日夜间再度发射无人机群，摧毁了俄本土特维尔州托罗佩茨弹药库。袭击导致该弹药库3万吨弹药灰飞烟灭，而持续16个小时的爆炸也让现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火光高达70余米。据悉，爆炸发生时，该弹药库内储存有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以及 FAB500 和 FAB1500 滑翔炸弹等多种弹药。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开始对维肖洛耶村和梅德维日耶村的俄军发起进攻。一旦拿下这2个定居点，乌军就可以向格鲁什科沃火车站推进。即使拿不下这2个定居点，也会迫使俄军回援。另一路乌军则在乔特基诺镇方向攻占了波利科多纳街区，目前已控制了乔特基诺镇一多半地区，还控制了戈尔纳尔镇一半面积，已经与西北方向的乌军形成了犄角之势。此前，乌军摧毁这里的警察局弹药库，就是为了呼应西北方向的乌军作战。在该方向的战斗中，乌军凤凰无人机分队还于昨日使用2架弹簧刀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一套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与此同时，根据俄电报频道流出的消息显示，从15日凌晨开始，乌军就向比尔格罗德州发起了大规模打击，即发射多枚导弹袭击了波波夫卡村附近的俄军指挥所。目前，由于俄方封锁消息，袭击造成的人员损失暂时不详。乌东战场哈尔科夫方向，乌军第58摩步旅发布视频显示，其在沃夫昌斯克战场使用针式便携式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了俄军一架苏25攻击机。在巴赫穆特战场，俄军向恰索菲尔发动了新一轮进攻。据悉，俄军从14日夜间开始就相继派出了15辆坦克装甲车，企图突破乌军第24机械化旅的阵地，但在半路就被侦破。随后，乌军出动 FPV 无人机，定点打击了俄军装备。俄军在损失2辆坦克和5辆 BMD 装甲车后退出了战场。紧接着，乌军朝着俄军控制区发起炮击，打掉了俄军2个据点。值得注意的是，据《纽约邮报》披露，外国的游戏玩家正成为乌克兰的秘密武器。报道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玩家往往只需3周时间就能成为一流的 FPV 无人机操作员，然后他们就像游戏中那样，在战场实地打击敌人。扎波罗热方向和火力军之前预测的一样，乌军加大了袭击力度。据开源情报报道，自14日夜间开始，托克马克市就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群的袭击。现场画面显示，该市至少发现了2个起火点，乌军称是俄军的石油库或炼油厂等战略能源设施。当地目击者也表示，前后听到了4起爆炸声，但俄方却宣称击中的是购物中心，只是没有给出更详细的信息，相关消息有待验证。而一旦确认为俄军的油厂，那么这将是半个月来乌克兰首次重击对方的能源系统，这预示着乌军或将重启类似的打击行动。扎波罗热的战事正愈发激烈。在俄乌战场之外，以色列在未通知美国的情况下突袭了加沙重要目标。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向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了新一轮的猛烈空袭，目标直指哈马斯总部。袭击的理由，以方称突发机遇，称该总部内当时聚集着多位哈马斯高层领导，甚至包括他们的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没错，他就是去年10月被以军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的兄弟。在那之后，穆罕默德就代理了哈马斯的指挥权。据悉，在此次行动中，以军共动用了近10枚钻地炸弹，精准击毁了哈马斯的地下掩体，造成大规模的爆炸。现场流出的画面显示，哈马斯的地道已被炸穿，露出了巨大的坑洞。
摩萨德初步预计在空袭中清除了穆罕默德，但还没有发布正式的报告，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哈马斯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16人死亡，另有70人受伤，但没有披露伤亡者的具体身份，这也让外界对这份数据产生极大怀疑。现在看来，以色列是准备对加沙发起总攻了。内塔尼亚胡曾在12日接见受伤士兵时就明确表示，未来几天以军将全面攻入加沙。他甚至强调，即使哈马斯释放更多的人质或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战争也不会结束。以色列一定要彻底击溃哈马斯。维持1年半的加沙之战终于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这期间，中东其他地区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据德国之声报道，12日在利雅得的一场投资论坛上，特朗普抛出重磅消息，将下令停止制裁叙利亚。虽然相关细节尚未公布，但叙利亚外长西巴尼表示，此举对经历10多年内战、去年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而言是一大鼓舞，标志着叙利亚重建之路的开始。这周稍晚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在土耳其跟西巴尼进一步讨论相关事宜。同样的，解除对叙利亚制裁，对美国而言也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要知道，自1979年起，美国就一直把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且从2004年起就开始施加制裁。2011年，该国爆发内战后，又实施了进一步制裁。但如今宣布解除，无疑缓解了美叙关系。对此，美国的中东专家希尔称，这是各界等待许久的历史表态与求和之举，能保证叙利亚在重建方面获得更多国家的帮忙。同时，希尔称，这对中东地区也十分有利，因为黎巴嫩、约旦等周边国家未来可跟叙利亚展开贸易往来。而叙国经济好转之后，流离在外的难民就有望返国。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也表示，美国此举助于叙利亚人民从多年内战的打击中恢复。据路透社报道，在伊朗与美国开展多轮会谈的背景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阿里·沙姆哈尼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4日发布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愿与美国达成协议，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制裁。沙姆哈尼表示，伊朗将承诺永不制造核武器，销毁其高浓铀缩库存，同意仅将铀浓缩至民用所需的较低浓度，并且允许国际督察人员监督该过程，以此换取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NBC 新闻14日报道说，阿里·沙姆哈尼作为来自伊朗最高领袖核心圈层的人士，其表态是迄今为止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做出最明确的公开表态。阿里·沙姆哈尼被 NBC 问及，一旦满足解除所有经济制裁等条件时，伊朗是否会同意立即签署协议？沙姆哈尼予以肯定。不过，沙姆哈尼也对特朗普的语气和持续的威胁表达了不满，如特朗普在向伊朗抛出解除制裁橄榄枝的同时，也威胁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的协议，就要对伊朗追加制裁。对此，沙姆哈尼评价说，我们没看到橄榄枝，全是铁丝网。此外，沙姆哈尼还在14日的采访中表达担忧，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通过其在华盛顿的秘密游说渠道来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可能正在与内塔尼亚胡保持距离。如 NBC 此前报道，引述2名美国官员、2名中东外交官以及另外2名了解紧张局势的人士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应对中东地区的战略上越来越不一致。印巴军事摩擦终于画上休止符，但印巴双方均宣称自己是冲突的最终胜利者。巴基斯坦总理希亚巴茨在5月10日双方同意停火后不久就发表全国讲话，宣告赢得了这场胜利。但印度这边宣布胜利的方式比较夸张，其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全国性庆祝活动。其执政党印人党宣布，要从5月13日到5月23日，在全国范围启动为期10天的3色旗巡游爱国主义活动，以庆祝印度在诛杀行动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印度各邦的联邦部长和印人党高层领导人都将参与其中。据悉，自活动启动以来，已覆盖新德里、班加罗尔等主要城市，德里等地区举办的活动吸引了上千人参与。而这些庆祝活动将包括大型公众集会、摩托车集会、升旗仪式，以及在城镇街区开展的各类宣传活动。活动着重表彰印度军队的英勇表现，其目的旨在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团结感。印度人民党认为，活动将有助于深化民众与武装部队之间的联系，强化莫迪政府的强势领导形象。莫迪也在庆祝活动期间，前往北部旁遮普邦边境附近的亚当布尔空军基地，会见了参与诛杀行动的空军战士，并发表演讲称，如果再次发生袭击，印度还将予以坚决回应。尽管巴基斯坦和印度已于10日达成即刻生效的停火协议，但双方的对峙并未真正平息。印巴13日相互驱逐1名外交官，双方均将对方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尤为关键的印度核用水条约也依然处于停摆状态。
此前，巴基斯坦方面已明确表态，印度若阻止巴方用水，将被视为战争行为。因此，有分析认为，该条件将成为诱发新一次危机的潜在导火索之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心里印巴谁才是胜利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